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a。24年大家过得怎么样呢？就是好跟不好，它即将都要过去咯。在艺术的杂志、艺术新闻里面，或是在拍卖统计出来，2024年前10大被搜索最高的艺术家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前10名，他觉得是谁？你赌梵谷一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从第10名开始讲哦。第10名就是亚历山大·考尔德，他是美国的艺术家，然后实验主义的先驱。那一般我们看到的雕塑就是立体的嘛，不动的嘛。可是他算是第一个就是会移动、飘动的雕塑哦。他算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动态雕塑艺术家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机械的工程师嘛。他本身的一个专长呢，就会融入到他的艺术里面。所以艺术家找到特色，其实也是要花一番苦心的。也是他身上我有看到，就是说你要融入你自己的本身的优势，自己的一个特色，然后变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创作。他以前就是很喜欢玩铁丝，所以他就用这个铁丝啊，然后去捏小丑啊，捏太空人啊，动物啊这样子。那到最后面他的这个作品呢，大概就是跟宇宙啊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关系。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雕塑艺术家哦，所以他对后面的艺术家也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。第9名就是米歇尔·巴斯奎特，在去年就是常常看到他的新闻。那他是出生在1960年，在美国纽约出生。那他其实是成名的非常的早，他就是以前就是涂鸦艺术家出道。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幸运，在他21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获得非常大的成功了。他就是因为会吸毒嘛，就他就服用了过量的海洛因，就去世了。这样就是真的有一点可惜的，真的就是在他的艺术生涯里面，真的就是闪亮又短暂。第8名也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家达米恩·郝斯特，一定会猜得到，一定有他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个在去年、前年也是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才59岁而已耶。他是英国的艺术家，出生在1965年哦。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呢，就是把虎鲨泡在马福林里面哦，这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惊讶的。但是他每一次又一直在创造新的一个议题，都有办法在一个新的一个议题里面，让全球的艺术媒体去对焦它、放大它、讨论它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第7名是谁呢？就是大卫·霍克尼。已经到了你心目中的名单了吗？大卫·霍克尼呢，他是一个英国的艺术家，那他也曾经是舞台设计师跟摄影师，是一位公开的同志艺术家，今年是87岁。他最知名的作品呢，就是画这个游泳池。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？就是因为他打破在世艺术家的最高价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啊，也为他颁发了英国功勋勋章。哇，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哦。他今年是87岁，其实期待他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作品呢？蛮拭目以待的。第6位就是德国的艺术家，一定知道是谁了。他名字就是葛哈里希特，是非常非常多人喜欢的艺术家。他今年是高龄92岁。德国艺术家，在他的艺术概念里面，一直在追随毕卡索或是阿尔普他们多样的一些风格，就是他不会说，我一个风格我就画到底这样子。所以在他的这一生当中，就是有非常多元的风格产生。那在他的拍卖记录里面呢，就是不断的，就是一直突破自己的最高价。早期最有名的话，就是用照片写实，然后用一些模糊的一个技术、模糊的一个技巧。第5名。胡安米罗，这个翻译很奇怪，就是胡安米罗。西班牙也是诞生好多很厉害的艺术家，其实也是多元风格哦。他也做雕塑，那也做陶艺，也做版画，那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。他从小就是对大自然的风景非常的热爱，大自然的一些元素啊，什么小鸟啊、太阳啊、星星啊，有一些他自己自创的符号，这块为出名哦。在西班牙呢，他是跟毕卡索、达利并列为西班牙后现代3大艺术家。其实他在这个排行榜已经10几年不朽了，介绍第4名了，开始越来越紧张了。我那时候也是很好奇，到底第1名是谁？这样子感觉前面废话很多。
第4名马克夏卡尔，这个应该是有点惊讶，对吧？马克夏卡尔，天哪，他居然的榜上这么的前面呢！他的作品就是以歌咏乡愁啊、爱情啊为知名，这样。是出生在1987年。来看马克夏卡尔的时候，会觉得说，哇，他充满了爱情，充满了浪漫的一个故事。其实他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家庭。他总共有10个兄弟姐妹，从小家里就是非常的贫困。他生长的这个乡村牛羊鸡，其实都是他灵感的一些泉源。因为我们会看他的画，好像很梦幻，但是他有说一切都是现实的，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世界还要更现实。好，这个是第4名夏卡尔，介绍前3名了，草间弥生。草间弥生哦，他在这3年也是相当的火红哦。他是应该是唯一第一个进榜亚洲的艺术家，而且是女性艺术家哦。1929年出生，他今年已经95岁了，真的是好厉害哦。那他的著名就是当代艺术啊、普普艺术、极简主义。那现在台湾我们也有他的一个展览，这样子我们会放一个连结。他有一个蛮大的荣耀，他是被美国的艺术网站 My Modern Me 选入为21世纪10大前卫艺术家哦，这个是很高的荣耀哦。像草间弥生应该不用介绍了，大家太认识他了。为什么他会画这个圆点点？就是说在他10岁的时候，他就是被医师诊断他有幻觉幻听，然后主治医师呢，他就说他有高度性的障碍。他非常注重个人的一个标志哦，他是一个很会帮自己打理造型的一个艺术家哦，就是你看到他，你就会记得这是一个红头发。那要介绍第2名了，第2名这个会是谁呢？安迪沃荷哦，他上榜了，他这么久了，第2名哦，真的是厉害耶！他这20年都一直在榜上，太厉害了。1928年出生，然后他1928，对，他是1928年出生啊，我还以为1928哦。其实他的观念就是复制，然后他就会认为说，艺术应该要跟金钱挂帅，所以他就觉得应该他会一直努力的，就是把这个艺术商业化，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啊。他已经太知名了。那他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重复的特色，一直重复玛丽莲梦露啊，重复这个罐头啊，重复一些美国食品啊，这样子。不过他也是一个美国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啦。他代表的运动就是普普运动啦。之前没有注意到嘛，他其实有得到了一个什么西德纳姆舞蹈病。他说他这个是一个神经系统的毛病嘛，然后你四肢啊就一直在运动哦。他跟过动症不一样，他就随时都在运动，然后随时都在动，好像有时候会跳舞的那种感觉，他是不由自主的。他因为这样子呢，他就变成他有忧郁症了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艺术家都有病，我们现在讲了一半都有病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很多艺术家真的精神上或者是身体上都有一些疾病这样子。在50年代的时候，是美国非常成功的一位插画家，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找到他的一些创作的一些风格。1950年后啊，他就开始创作了他创作了他最著名的金宝汤罐头。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个系列啊，就轰动了整个艺术界。其实如果说放眼现在来看，创造的就是100个罐头、100个汤罐头、100个可乐、100张美元钞票。其实我们现在来看，其实还是蛮前卫、蛮先进的，就是拥有这样子一个概念跟想法，其实也是蛮酷的。因为有很多人也是会说，100个香烟盒、100个盆栽，就是100座山，就是100个人物肖像画，就是很多人还是会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创作。在美国，这样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事件。以展览的一个特点来讲，在60几年前，它的这个罐头一张就卖到一张1500美元了，还供不应求真的是太强了，真的。然后你要跟他签名哦，你还要给他6块钱哦，他不是白白帮你签名的，这是蛮有意思的。第1名到底是谁？廖大说他要压半股，如果没有压到他，就是要给我100块，他跟我赌100块。好，第1名
大家会跌破眼镜。好，快讲，就是毕卡索。哇，他已经蝉联很多年的冠军了，或是前3名了，非常的屹立不摇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不用我来说，这个是全世界都知道，真的太熟悉了。那他是西班牙人，1881年出生。那他一生有非常多的风格嘛。有很多人也是跟随他的脚步，就是我不要固定有一种风格这样子，我要一直的变化，这样就像那个李希特是要一直的求变化，这样也是20世纪就是最伟大的艺术家，是看艺术史这样说的。在他的私生活是真的很受争议啦。其实毕卡索已经逝世51年了。以看他的这个创作思路来讲是蛮先进的，例如说他在贫民窟啊，他捡到了一个金属的板子，他就看到任何的东西他都会想去他该怎么样的创作，他就把那个他捡到的这个金属板子啊就拿来做版画，就是金属版画。那看到这个不要的废弃木头，他就是拿来做雕刻或者是做木板的雕刻版画。创作的思路，创作的这种多元性，还有就是创作的这个风格，百变风格啊，应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可以这样说吗？如果你仔细去推敲他的这个创作的转折，非常的厉害，等于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艺术跟创作这件事情。那个毕卡索第1名嘛，所以我就去看他的生日书，他是出生在10月25号。你是出生在这一天的人啊，你的性格是一个实际的行动者，而且有超强的想象力。他没有办法忍受，这就是一个梦想，他一定要结合在生活里面，他一定要去实践它，不然这些梦想就是毫无意义的。我们看过就是毕卡索很多的这个爱情故事嘛，那我们很多女生啊，其实真的都很不喜欢毕卡索，都会觉得他是一个渣男这样子，就是玩弄很多女性的感情嘛。然后我在看这个生日书啊，那我会发现我真的是吓一跳，难道这个真的是天生的吗？因为他说他这日出生的人他其实是非常爱吃，非常贪吃，然后对吃也是有一种讲究。他们很喜欢冒险，感情跟肉体上，他们很喜欢寻求冒险跟冲动。那他这个建议就是你要节制一点这样，然后就是随着老年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好。那我在想说，天哪，怎么这么的贴切这样子？要有天生的这件事情吗？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是10月25号出生，有一点雷同这样子的，可以留言哦。不是这样的人也是欢迎你来留言哦。分享完2024年搜寻最多的艺术家，你都有搜寻到了吗？那我搜到最多的就是应该是李希特。如果你的2024年你有搜寻到以上的艺术家，也欢迎你留言哦。还有这10位你最喜欢谁？下次见哦，拜拜。